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李友仪发言人、尹乃菁小姐、林玉芳委员、万美玲委员、江敏清院长。川普还没上任就搞得全世界大乱了他之前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51州，他甚至呢还搞了一个把加拿大放进了美国地图然后在加拿大上放了美国国旗那这个墨西哥我看不久墨西哥湾他要把它拿回来然后呢又说要去把格陵兰跟巴拿马运河拿回来，他还没当总统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了而且呢他要拿格陵兰跟巴拿马不排除用武力呢，用武力就是说你之前是说加高关税了是说如果巴拿马格陵兰不给我的话呢，我就给你们加关税。那他现在呢不排除用武力把它夺回来，他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对美国非常重要那他如果这样的话，习近平听了会想你都不排除武力，我也可以不排除武力啊。加拿大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居然就变成51州了，那台湾本来就是我的，我会把它拿回来。所以我很担心川普不知道他怎么搞来搞去会搞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墨西哥湾也是属于美国，我刚讲他上任以后把墨西哥湾改成美洲湾都是美国的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川普呢是想把格陵兰拿回来，格陵兰原来是没有人要的地方但是现在看起来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他说这是我的，我要拿回来那格陵兰其实很冷但是为什么取名叫格陵兰？格陵兰英文是 Greenland， 是都充满绿草的土地，就是因为呢，反而 Iceland 的冰岛原来呢这个是不冷的，但他们故意这样改，就让那个外国人不要觊觎以为格陵兰呢这个是很好的地方，那冰岛呢是一个很冷的地方，就不会去打冰岛的意思啦就没想到格陵兰呢这个其实是很冷的，非常非常冷我去冰岛的时候想去格陵兰，但是我就问他们，我说我能不能去一下我再回来？他们说你去可以，今天有班机但是回不回得来不一定他因为那个气候有变化，我想那如果回不来怎么办呢？就算就没去，现在有点后悔。就猎海豹，跟他们的原住民一样。现在很后悔，当时应该去一下，好不容易已经到冰岛了，去一下格陵兰就没去那丹麦也很气把他的王室徽章也改了而且呢这个丹麦的埃及的时候，我们不出售给你，我们格陵兰干脆独立算了也不要出售给你，宁可独立不可出售那另外呢，川普又讲了说，他现在讲两种，一种是要提高关税，你丹麦进口美国都有叫高关税；第二种我就武力打你。我们看一下。I'm not going to commit to that now. It might be that you'll have to do something. Look, the Panama Canal is vital to our country.It's being operated by China. 美国准总统川普语带保留，却重复提及中国这个关键字。And we gave the Panama Canal to Panama.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And they've abused it. 不到2个礼拜就要上任的川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代办清单中还有这件事。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Gulf of Mexico to.The Gulf of America. 除了想帮墨西哥湾改名，川普也再度提及想收购格陵兰岛的想法。Well, we need Greenl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 I'm talk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free world. You don't even need binoculars. You look outside, you have China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You have Russian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理由是担心中俄两国在北极圈不安分。事实上，川普说话的同时，一架写着“川普”字样的专机已经悄悄降落格陵兰，上头搭载的原来是川普长子小唐纳。他一现身就获得大量川粉亲自接机，不论他是不是来帮老爸先行探路洽购，格陵兰岛总理把丑话说前头。We shouldn't be bought by anyone because Greenland is not for sale and Greenland will not be for sale. 强调格陵兰是非卖品，川普还没正式上任，就仿佛已经入主白宫。来，院长怎么看？这个川普是生意人生意人讲求商道，巧取不豪夺，谋财不害命。他这两个都做到了，就是他巧取要豪夺，没办法巧取还是豪夺，谋财他不管你害不害命，他就去这样做。前面讲说51州，基本上美国宪法第4条第3款是可以接受的，国会通过就会有新州。所以如果这样在这变成51州的话 ，BBC 在前2天还
发布一个新闻说，他们把川普叫 JIBE 啊，根本是一个笑话啊！就他们访问加拿大的居民，不可能啦，他自己活得好好的，何必去改呢？那墨西哥更好玩呢，他说改名改姓不如改个性，就是你虽然你可以去改。奥巴马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把北美最高峰啊，叫 Kimberly， 在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最高峰改成德纳利，确实有。可是墨西哥湾它是国际性的，就算你改了没有用，国际不一定会承认。可是总的来看，其实川普他是用一种漫天喊价、坐地还钱的方式，看起来是疯狂，可是基本上核心就是美国的利益了。唯一到目前为止能够打败川普的，只有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不是伊凡卡，伊凡卡是他生的伊凡娜。他估计啊，他从这个川普手中拿走多少钱呢？他留下了名言要跟川普打交道，他留下这句名言。网络上有他在大老婆俱乐部当中的经典名言：“Don't get mad, get everything。”跟川普打交道，别抓狂，抓走他的一切。他跟川普分手的时候，从他手中啊，川普是一毛不拔，他从川普手中拿到2000万美金，近6亿新台币。还有将近4亿新台币的房地产，还有棕榈滩的马阿拉哥的俱乐部49%股权，以及35万元一年呢，每一年到了死为止，一年拿到1047万赡养费，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跟川普打交道要像伊凡娜那么样的有 guts 才有办法，否则一般人跟他打交道拿出实力。那如果台湾将来川普上来之后，我们是予取予求的话，他会瞧不起你。跟他就有硬实力、硬碰硬，找出他的那个阿基里斯腱，才有办法让川普稍微的收敛。所以媒体也说嘛，你看川普如果要去巧取豪夺格陵兰呢，可能会让北约瓦解然后呢，中国大陆跟俄国可能也会仿效强夺台湾跟乌克兰，你都可以，有什么不行的？而且当我都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什么道理说这个你不可以呢？来，宇芳兄，这个川普我这不知道怎么讲，我这一阵子其实很难过了。就美国看起来我们是很熟悉的一个国家，在那边念书，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怎么变成这样子？对，然后常常回去当立委的时候呢，又在台美国会联会当会长，说每年带队到美国去访问国防部这些什么，我们觉得很熟悉，而且是很可爱的国家。怎么变得现在不认识？怎么会这样子？但是你仔细去想一下美国原本就是一个帝国主义。你想想，美国在全世界55个国家维持了128处的军事基地。刚想他怎么把美国拿下来的就好了。对呀，从印第安人手里怎么把美国拿下来？这个军事基地是指大的其实它有好几百个大大小小军事基地，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做的没有。那我们先讲加拿大好了，加拿大是你的邻居，某种程度你们几乎是同文同种。加拿大还是你北约的会员国，还是 G7、G20 都跟你美国非常的亲密，没有错。它的大部分生产的75%的外销的这个货品都卖到你美国去，也大家赚你一些钱这样。可是你说你要把人家吃掉，那加拿大还比美国大15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第2大的国家嘞，你怎么把它吞下去？你有没有在讲格陵兰也是，格陵兰也是一样。格陵兰后面，当然它的宗主国就是丹麦嘛，丹麦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你都不甩，它是你的盟国如果按照国际政治的定义的话，它也是这个欧盟的其中的一员。那你把格陵兰就给它吞下去，按照北约的他们的会员国自己的约定。是当你其中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其他国家要帮忙，要作战呢？那是不是英国、法国、德国要合作起来去打美国呢？所以这个是美国是搞乱七八糟。其实我最想讲的，主持人刚刚说过了，就是墨西哥的问题。你知道，整个拉丁美洲人，他们叫美国人叫什么 ？Gringo， 要不然叫 Yankee， 这个是非常贬义的话呢。就北方佬。Gringo 甚至更不好听的话，为什么？你就讲墨西哥湾，他要改的名字不是要改为美洲湾，在美国来讲，所谓的 America 不是美洲，就是我美国，因为美洲就等于是我的，所以他要改为美国湾但是事实上，我们讲一件事，墨西哥是应该最恨美国人的，而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人
反美情绪是很高的。加州什么都被他们抢去的啊！你知道，在这个德州美墨战争以前，美墨战争怎么爆发了？美国把人家整个德州吃掉，所以就引发了2年多的战争。2年多的美加战争打完了以后，墨西哥又割了55%的土地给美国。这里面有加州、内华达州、犹他州，还包括这个大部分的亚利桑那州、Oklahoma， 你应该今天不完。所以在整个拉丁美洲人为什么很讨厌美国？不是只有为了墨西哥的原因。你知道拉丁美洲很多的政变，这个政变几乎100%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后面在策划。所以这个智利的总统阿耶德被杀就是啊，我上次也讲过，我到了那个总统府去访问，他们就告诉我前面那个广场，阿耶德就在那边被 CIA 干掉了，就这样子。当然有人说他是自杀了，不管怎么样，几乎每个国家从巴西啦、阿根廷啦、智利啦、巴拿马，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变都是你美国主导的。所以坦白讲，美国好一阵子来，因为冷战的原因，大家对美国开始有好感。就好歹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领导这个民主国家来对抗共产阵营，让世界很多国家享有和平繁荣。你现在川普要再搞回头路吗？而且你真的要赤裸裸的就把格陵兰给吞掉，已经到了21世纪了。你觉得这个世界会随便容许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一口气就给吞掉吗？有可能吗？尤其加拿大比你还大，你就不怕噎死啊？不，基本上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只是固态附盟而已了。他原来就是靠这个嘛，对不对？他从欧洲来，怎么把美国拿去的？这不是欺负印第安人吗？还有原住民吗？那只是因为2战的时候，德国也更疯狂，希特勒，所以美国靠着美国把这个德军打败了，所以他觉得美国不错。那美国也好像有一段时间还不错。如果川普按照这样要拿加拿大，又要这个打墨西哥，又要拿格陵兰，你这搞什么鬼？还没上任呢，就已经变成这样。你美国问题那么一大堆，内政问题那么一大堆，都不能好好解决。川普说他透过幕僚跟习近平已经接触了，那另外呢，这个南韩也是蛮麻烦的，这个说他们警察要派特工队、直升机攻坚。哇，这个跟这个就跟警察，虽然他已经不行使职权了，说不排除派特工队直升机去进攻逮捕。那另外呢，说尹锡悦呢其实已经逃离了，已经逃走了，坐了他的安全的那个防弹车逃走了。那南韩警察说要持续追踪他的位置，看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南韩呢，这个也是蛮麻烦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我们去庆贺川普就职的韩国瑜带队哈，再增加2个了啊，这个柯志恩跟郭玉琴哈，这个男女都有哈。那到底规格够不够？所以以前还有县市长啊等等一堆，那现在都没哦。那他们国民党委员说呢，赖清德不想让韩国瑜加分，所以呢，就你自己是立法院的带几个立委去就算了。那黄奎博说，恐怕被解释成诚意不足。以往都有县市长啊等等，一个浩荡荡啊。那但是呢，民进党外交部说呢，这已经够了，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说有一个叫亲中政党秘密组织呢狙击队那拿了老共的钱，而且划了4个军事重地，还有打 AIT 都要干掉那哪些地方呢？要打谁呢？说他们组织武装狙击部队打 AIT， 另外打4个军事要塞：阿里山雷达站、嘉路塘海滩、然后呢3军联训基地、保利营区、屏东恒春指挥所，打这4个基地加上 AIT 对他们到时候打他们然后说还要引10万红军到台湾来那而且拿了老共的钱，说这样。他是一个退役军人啦，所以7个退役军人被起诉那他们叫富康联盟
搞了一个这个算是政治组织了哈，拿了老共差不多1000万啊，拿了这个叫张叔叔给他们的钱，到现为止呢，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张叔叔给他们的钱啊，7个退役军官被吸收变成内应啊，说呢有灭台3计划啊，那顾立雄严厉谴责，他说没有现役军人涉案，但是呢退役军人也不应该啊。这个沈不阳就是说，这有中间人呢，在这边呢渗透。我们看一下。周刊报道，台中高分检查获富康联盟党主席屈宏毅长期收受对岸金援当内应，自己是军人退伍，更吸收多名军职背景人员，要组狙击队和勘察营区等等任务，共7个人被提起公诉。勘察地点包含 AIT， 还有阿里山雷达站、加入塘海滩、3军连续保利营区，还有屏东恒春指挥部。我们没有现役军人涉案，但是就国防部立场啊，我们还是要对这些被吸收的退役军人要予以严厉的谴责，还是要对国家负有忠诚的义务。部长严厉谴责，毕竟事态非同小可。专家点出，这些地点中共卫星早已可标记，但人员接近现场的情搜更能完善各类资讯。卫星呢高挂在太空上，它看到是平面哦。但是呢，如果说透过人力去拍照哈，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建筑物大概是多高哈，然后可以透过相关的照片得出它的体积。那其实这个对于一些有需要的单位来讲是很重要的。屈宏毅还曾经参加过立委选举，不过没当选。周刊报道，他把相关基地资讯拿到手后，亲自到中国深圳，把资料交给昵称张叔叔的中国男子。中共的在台湾发展的，从原来情报组织，可能现在已经慢慢往要发展敌后武力的方向在转变。中共威胁除了台面上的基建，各种渗透样态也越来越多元。好，这个美玲怎么看？我先讲那个韩国瑜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替他太担心啦，就担心他被穿小鞋这件事。因为呢，如果有被穿小鞋这件事，现在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民进党，我们的这个赖总统，一方面说出来要喝和解咖啡，但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民进党相关哦，包括陈时中啊，这个政次啊，都提出要大罢免。所以左手说要和解，右手呢其实又在搞一些小动作。所以呢，如果这次出访还要在这上面去穿小鞋，我想全国人民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其实原本呢，我知道出访的人数大概就是国民党2位，然后民党2位，然后民众党1位。那后来呢，是因为我们国民党是用抽签的，那就抽到李彦秀跟葛如君嘛，然后才发现，哎呀，那个我们柯志恩其实他是跟王定宇并列这个台美的会长，所以就在各加1位去哦。所以这一次其实以这个立委的这个部分的话，这个代表性其实是够的了哦。那这个是韩国瑜其实上任以后第一次的出访哦。那我觉得这个能见度其实应该蛮高的。那以他现在的高度以及他这个个人的一些特质，包括他幽默风趣啦等等啦，我觉得他应该其实是可以表现得很好，这倒不用太担心。那回头讲到刚刚这个什么这个共谍啦，这个什么单位，我只看到一个富康哦，我一看还以为是富康巴士，就富康，就我们当然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其实也蛮特别，因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是多久前的案子到现在。不过呢，我们看到我的办公室其实上去，不管是这个台中地检署或是高检署的台中分署上去查这个资料，大概都没有看到有这个案件哦。那又从哪里来嘞？好像又是特定的周刊啊，所以现在蛮奇怪的，就是这些重大的事情、重大案件或者一些检调在办的案子哦，好像我们会知道，通通都是从这个周刊来的。我觉得这件事蛮奇怪的。那又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又把这个抛出来哦？那我想我们也不免去多想，就是说是不是在现在哦？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现在可以说是在立法院也好，在执政这个施政上也好，荒腔走板啊，乱七八糟。那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去丢出来说又有一个案子，然后抗中保台又出来了，又唤起大家这个意识形态，然后又要去做对立啊？我觉得不无可能啦哈。不过刚刚我看到这个顾立雄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现在没有现役军人啦哦，那我严厉谴责啦哈。我觉得好弱哦！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如果是有现役军人，那还得了哈？你说退役了，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做法出来？有没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出来？有没有对于就是退役的这些军人，但是有可能去碰到相关的这些军情掌握的这些人，我们有没有设定一些监督啊，或是追踪的相关机制？那如果只是谴责，他要怎么谴责？我也没看到他什么具体的谴责，说我们会谴责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国防部长我觉得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是弱了一些。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比较特别，他是说我们
过去好像都是一些情报收集，但这一次他讲到说，要化为这个攻击。正式的一个军事行动哦，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让我们觉得非常恐怖哦。那我觉得，如果这是真的话，我觉得今天政府要有一个作为哦。那但是如果掌握的情资还没到这个程度，那我们讲到说，其实有个军事的行为就要来了。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危言耸听到让大家全民会担忧的。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到底我们的政府，到底我们的国防部要拿出什么应对的政策才是重要的。来，嘉宇。我觉得中共这个吸收渗透的手法确实是无孔不入，而且一直在变化。那过去大家常说第五纵队，确实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是等于是像第五纵队。所以之前我们说，不管是退役将领或者是这些退役军人被老共吸收的，其实时有所闻。但是刚刚所讲，就是说政府到底拿什么政策出来因应哦？因为毕竟用钱这个方式去吸收这些退役的将领等等，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当然是信心会受到影响，因为毕竟这些军人将领在军中的时候，应该是宣誓效忠的是中华民国，怎么到退役的时候那个想法会去改变？所以忠诚应该是军人一辈子的使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军中的教育或者是等等，让这些军人退役了之后，突然呢因为钱可以去改变信仰嘛？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以现在两岸的关系来讲，我们当然会觉得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当然国防部对这件事情需要去重视，可是具体的对策到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那刚刚讲说美中的关系当然是持续的恶化，因为川普上任以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所以这些只要跟川普不站在同一边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就用那种这个霸主的心态，就是说你们全部都要依附于我。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美中关系不管是在经贸上持续的恶化，或者是说现在的敌对的状况来讲，对于台湾来讲如何能够自保，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刚刚提到这个尹锡悦的问题，同样也是啊。尹锡悦之前这个发动戒严的时候，民调一度跌到11%，结果最近布林肯跑到这个南韩去，大家会认为说，是不是某种程度在支持尹锡悦？所以支持尹锡悦的民众竟然越来越多，而且之前大家也提到说，里面还有挥舞着美国国旗的人。所以现在尹锡悦的民调竟然因为布林肯去美国之后，竟然攀升到40%。那尹锡悦这时候是用什么来自保？他就是说，因为有亲中势力在分化韩国等等，所以他打着就是我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让他在韩国的支持度提高。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韩国的民众也是多数是站在支持美国这一边。那对台湾而言，当然也是。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局势一直在变化。对台湾而言，如何能够在这个全球紧张，而且川普上任之后能够因应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维持跟美国友好的态度。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能够跟中国保持一个平等交流，这个是对台湾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韩国瑜去美国的部分不必再担心他的什么里面的层级不够高，因为事实上他这种仪式性质很大啊，实际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啦，根本靠不进那个主要的舞台。对，他如果说能够遥遥望去密密麻麻。对，所以我就说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活动。他那个重要性不在参加那个活动，是之后他们要安排是不是可以跟美国参众议员见面啊，另外跟我们的侨胞见面啊，那个才是主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哈，就是一个跟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呢的交流，然后一个就是有关于侨胞的部分。我觉得达到这两个目的，应该就已经是圆满的达成任务了。我们倒是要特别的不要轻忽川普说他要买这个格陵兰呐，然后巴拿马运河呢是我们的哈，就是等到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呢，全球呢就进入一个大交易时代。对于川普来讲，他不但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还要让美国再次变大哈。一个总统呢要名留这个青史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如果很具体的让美国的领土扩张，那历史绝对会是记你一笔的。美国的新成吉思汗是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哈。就说就像刚才赵先讲的，没有错。美国呢，他们在刚刚初登这个美洲大陆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之后呢，它的扩张主义呢背后的它的哲学是什么？叫做天赋使命哈，就是美国人最伟大哈，带着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以及基督教文明这个上帝的选民的这样子的优越感，去征服扩张它的领土啊。他们要用这样子的优越的这个文化呢，去征服那个次等的这个文明。
还要把这些拉丁文化哈，这些看不上他们眼里的驱赶出去啊，以优势的文化呢，来他们的统治呢是带有一种悲悯的色彩哈，我是比较优越的，我是来拯救你们的啊。然后川普呢，他就承袭着这样子的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这个骄傲，还有就是在这个扩张主义呢，是要来去针对着这些他手中的他眼中的肥肉哈，要把它吃下来。他在他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呢，他们的财政部就针对格陵兰要买下格陵兰，他们是有计划的哈。比如说提出来说要用波多黎各呢去换这个格陵兰啊，或者是呢给格陵兰岛上的这些原住民更好的待遇啊，诱使他们呢，他们可以去投独立公投。独立公投的下一步，如果说已经独立了之后呢，要不然就让他们加入北约，那美国就更好控制；要不然呢，就像美国跟一些南太平洋的群岛里面订那个自由联合协定啊，达到实质上呢去控制格陵兰的这个目标。然后等到川普上来之后呢，他马上就要去解决的是俄乌战争的问题嘛。那俄乌战争呢，现在呢几乎是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乌克兰呢以这种割地的方式呢来去认赔，就杀出哈，这就给了世界上面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凭借着武力扩张哈，它就可以去恣意的去扩展你的领土。我们不要忘了，俄罗斯还有美国，他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当世界上的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金钱交易或是战争的这个扩张，就可以恣意的去掠夺他国领土的时候，这世界上的国际秩序呢是没有办法来去控制和维持的。而这样子对于中国来讲，美国呢总是要在中国的头上呢去冠上了是要扩张，有这种扩张意图的野心，但是美国如果率先做出了这样的举措的话，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微弱的一个小国来讲的话，我们似乎呢只有等着成为别人的刀俎上的肉这样子的一个悲惨命运了。就本来大家以为川普当选在美国有没有乱搞或者大搞一炮呢？就随便你在美国嘛，加这个关税加那个关税啊，这怎么把这个非法移民赶走了，什么把这个外国学生赶跑了等等。因为他最多在美国国内搞，没有现在呢又想染指加拿大，又想这个染指这个格陵兰，这个那个墨西哥湾，又想把格陵兰拿掉哇，那还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东西就整个看起来不是只在美国，他搞得全世界这个都大乱休息一下再回来。他以为这是